好啦，再一把，真的最后一把，然后又再一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个要剪片的。6 hours later， 那几点？11点51。好了，真的是最后一把，真的是最后一把啦！안녕하세요，大家好，我是尼路。今天是一部合作影片，要来介绍《战役》。Conqueror's Blade 这款工程游戏呢，它不用钱，不过评价是68%，褒贬不一。因为我不想推烂游戏给观众，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略过。结果看了一下它的评论，这个游戏时速是不是有点夸张？几百到破万小时都有啊，鸟喂！然后评论区还有写到有木马城市跟挖矿城市，我跟官方确认过了，那个是防毒软体白名单没有更新的问题。那游戏本体到底好不好玩呢？在玩些什么呢？其实它混了很多元素啊，样样都做得蛮优秀的，里面包含了战略、角色培养、动作 PVP、养女儿养儿子，主要的核心玩法还是带兵打仗。最多人玩的模式是15打15的攻城战，攻击方就是时间内把所有点抢下来，那防守方就是时间内不要被全部占完就会获胜。那新手基本上只要按 Tab 知道部队往哪走，你就跟着往哪走。那我们先讲个人 play 的部分，玩家可以捏脸，基本上就是 A 加 B 加 C 这样的模组搭配。那基本的外观模块呢都是蛮好看的，小缺点是身材比例不能调，大优点是时装选得好，傲人身材没烦恼。像这次新赛季沙蝎就有红色的沙漠舞娘装让你穿，但是你以为我要推这个吗 ？No， 我推这个暴乳造型。战场上大家都灰头土脸的，你一身红马上被公干。那暴乳造型的衣服呢比较低调，又不是那傲人的优雅。通行证一买马上解锁，这套我是准备穿一辈子啊。那游戏随着赛季的更新，武器已经有超过10几把可以做选择，每一把的技能天赋数都不一样，也可以塞强化符文。11种听起来要选择应该是蛮困难的嘛。那大致上就分为长、短、远3大类。新手我推长的，大家都喜欢长的嘛，长柄武器。那短的也不错，就比较偏肉盾一点。远的像是火炮、弓箭手，那个就比较不推荐。主要是游戏初期你可能会不知道要干嘛，在后面打打枪、射射箭，其实效益蛮低的。短武器呢，还有一个分支就是比较刺客类型。举例来说，这季的新武器弯刀，平常就是叫骑兵冲过去，大家倒一片，我们就可以接个勾手把人拉下来扁一顿，再顺身出战场丢飞刀。这个东西就蛮重要的，因为这款游戏它的小兵特别强，如果你没有位移技能的话，被围起来可能动都动不了就死掉了。接技的话可以 T、R、普攻 Q 出来，被反制的话你还可以E顺到对方后面，要不然就是E进场 R 普攻 Q 再 T 打第二套，我叫它追魂索命魅影无形，对方没有死也会半残。不过这把武器只有在测试服能玩到，12月8号正式服才会开放，12月5号还会再出一个新兵种，就是骆驼骑兵啊，我都叫它骆驼人啊。防御力偏高，速度比较低。它强在它会金马，这个设定很有意思啊！我倒是没有想过马会怕骆驼这件事情。如果对面想跟你搞一个追魂索命 combo， 那他的骑兵冲过来就会直接变成傻逼。兵种各自也有技能啊，像他的技能1就会变成巨马啊，卡城门超级好用。技能2就是把人踩光以后围剿，就可以配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个暗杀连技嘛。缺点就是这类的兵种要养马养人，每场打完还要花游戏币帮他们补血，比较不适合新手。那刚刚讲到带兵打仗嘛，所以每一场赛局我们都要配置好自己的团队。最重要的兵种啊，不用抽，打久了任务解一解都会有。至于要怎么培养呢？它有科技树可以点，也有分支的天赋可以让你的小兵做特化。再来就是兵也有分阶级啊，不过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，因为每一场都有一个限制，叫做统御值，上限值是700，所以你也不会看到整团都是传说兵种在大街上跑这种事情发生。而且你的兵带的不够多，他在那一场死掉，那就是真的死掉了。等到你手上都没有兵的时候，你看到人最好就是赶快跑。然后就是控兵真的很重要啊！新手阶段我超级推荐瑞士长戟跟骑家军，两种都是可攻可守，而且前期就可以点得出来，后期也还是会用到。像瑞士长戟的技能就是可以把自己变成巨马，这个模式对冲锋的敌人会有额外伤害，而且他自己还有带减伤。技能2就是他蹲完以后站起来冲锋，伤害也会特别高。骑家军就比较无脑一点，就是1、2、3冲锋进去，骑家刀法加伤害，回合模式打一波爆发，而且还会有保护你武将的特性。剩下你统御值没有用完的，你就可以带一些远程兵，上城墙的时候可以换他们进行骚扰，刷伤害。地雷是这个雨林右卫跟胡氏志愿火枪，伤害超低，不然就是视力不好射不到人。等你这些都熟悉了以后，就可以考虑一下新的赛季兵种啊，沙漠飞刀手，防守模式就是一直丢东西啊，1、2技能也是一直丢，然后加伤害。CD 很短，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卡它的前后摇进行普攻重置。
优点是它会自动切换近战、远战，缺点就是距离短，然后弹药很少，时不时需要到补给点进行回复。再来就是这个游戏比较深的坑了啊，军魂系统主要是拿来强化、特化，甚至安装新的技能到你的兵团身上。这个东西可以农，可以抽。好家在是这个赛季有新增一个东西叫做军魂重铸系统，简单来说就是把你不要的拿去拆一拆抽奖，除非你是前1到5%练到最顶的大佬玩家，可能用不到，不然对新手真的是蛮友善的。一开始10连抽，大多数人不爱的采集类军魂啊，或者是大世界军魂啊，一不小心抽个满手都是，在旧环境你可能会想要直接弃坑啊，现在不用啦，直接无情开抽，运气好，里面的军魂都超级好用，而且它还有保底机制，你也可以拿碎片去抽，碎片你只要合成失败或是打游戏解任务都会拿到啊。讲到这个，还有赛季的任务可以解，里面会有武器跟新的兵种，难度都不会太高啦，你只要有玩基本上都会过啊。假如你觉得这些东西超级麻烦的不想研究的话，打不赢老手又不想农，家族系统可以让你借，还有每周会回收的限时免费兵种，那愿意借给你的老手呢，也会得到额外的奖励，选择算是蛮多的啦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么懒，除了攻城战，还可以去打领土战刷刷奖励，反正就是选一边站嘛，大佬会带你玩啊，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菜不会打，探探敌情骚扰一下，在菜鸡阶段都还算是不错的体验。领土战打下来呢，就可以进行采集啊，就是农场要素啦，帮你的装备弄一些材料之类的。那培养的部分讲了这么多，没办法啦，毕竟这个是游戏的最大重点，实际战斗还是看队友走哪就跟着走哪，但是不要急着冲啊，因为人再多，打斗时间不到10秒就会分出个胜负。如果你这边倒光了，可能连跑的机会都没有，而且玩家死越多次，复活的时间就越长。个人收了的部分很少，毕竟是15打15嘛，几乎都是在玩围殴。好笑的是，对兵种真的要有点了解，像这边1打1就是非常不良的送头桥段，对方巨马，我冲锋直接白给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就是开局前期的炮火塔防，也是我最爱的部分，因为兵死了就没了嘛，所以这些消耗战都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总结下来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评价是褒贬不一啦，就跟所有的竞技类一样嘛，随着对游戏的不管是理解还是误解，都会造成一些不开心。尤其你又有14个队友，肯定会有开喷环节的嘛。外挂的部分，我是觉得真的很少啦，而且即便有，官方也有在抓。你看前面那个评论嘛，胜率70几%，还一直遇到外挂，那这样外挂是跟他同队还是在他对面？看不太懂。至于这个游戏值不值得玩呢？我觉得很值啊，因为不用钱嘛，而且带兵元素是真的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个人操作的部分啊，流畅度、丝滑度，我觉得也不差。优化的部分就比较看个人，至少我的配备在这个游戏里面，这个品质下是不会卡顿的。而且我有偷偷的注意到，因为兵很多嘛，所以一部分的场景、人物，它会把它的动作模组啊，或者是贴图做简化，但是跟你交火的正面部队啊，又通通保留下来，所以效能上我觉得啊，算是真的是不错。那有没有Pay to Win的要素啊？有啊，当然有，一定有。不过，但是 but 配对的机制关系，你对面有，你队友高几率也会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嘛，算是还好啦。而且它是团队游戏，你有朋友玩的话，一定会更好玩。像我昨天有遇到一团野团，有人在指挥的，我们 B 点怎么打都打不下来。他说，A 点没了，我们去偷 A 点，结果我们 A 点一路给人家撸到主堡，这个体验上真的就蛮快乐的。那这边厂商还有提供新手福利，你按下 O 礼包码，输入 TO5就可以得到新手礼包啦。今天的介绍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是尼禄，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在战场上碰面吧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A 点就一队啊，是一队大盾，3个人能不能掏一下？我有问题。A 点一队大盾，没问题。Yes。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Nice。来，大本。赢了。What the fuck？